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艳遇》故事解说。司药是执掌人间灵脉的阎罗，在人间孤寂滞留了400年，早已厌倦俗世百态。他唯一的期盼便是每月的月盈之夜，这是他修复自身灵脉的唯一时机。一日，司药的下属匆匆来报，司家老夫人的电话反复拨打，几乎未曾停歇。司药神色冷淡，让下属回禀家人，自己安然无恙，无需挂心。下属看着司药常年冷酷寡情的模样，忍不住出声劝说。这般冷漠的性子很难觅得良缘成家，司家上下老夫人日日都在期盼他娶妻安稳。司药面露不耐，直言下属聒噪，打断了他的念叨。即便被呵斥，下属依旧出言提醒，真挚的爱情不会凭空降临。就在二人交谈之际，远处突然传来凄厉的呼救声，打破了周遭的平静。现场局势混乱，一名男子强行拉扯禁锢一名女子。女子拼命挣扎哭喊，控诉对方意图伤害自己。一位名叫苏总的男子连忙上前解围，向围观群众致歉，谎称只是小两口拌嘴，希望众人不要围观。随后他温柔安抚女子，劝她认错回家，可女子依旧奋力反抗，不肯顺从。下属连忙询问司药是否受惊，司药的目光却紧紧锁定在争执的女子身上，神色凝重，隐隐觉得这场突发闹剧与自己息息相关。下属无奈感慨，人类向来最爱窥探、干涉旁人的是非。就在这一刻，司药身体骤然异动，察觉到了诡异异常。他意外与这名陌生人类女子完成了感知互通，两人互换了痛觉感应，女子承受的所有伤痛都会同步转嫁到他的身上。司药神色瞬间冷冽，出声震慑闹事男子，警告他安分守己，此刻无人能为他撑腰。闹事男子心存侥幸，肆意妄为，很快便遭到惩戒，现场局势彻底逆转。下属满心疑惑，方才有人当众掌过司药，司药脸上却毫无痛感，仿佛此事未曾发生。司药神色淡然，并未解释痛觉互换的秘密，只吩咐下属将现场所有人的举动、整件事的始末完整记录下来。另一边，冲突持续升级，被禁锢的女子再次大声呼救，哭喊着对方意图侵犯自己。这名受难女子名叫温淑雨，而这场恶意闹剧的幕后推手是长期嫉妒、处处针对她的乔家假千金乔雅。乔雅心中积怨已久，蓄意设局陷害，一心想要让温淑雨身败名裂，受尽屈辱。就在乔雅的算计即将得逞之际，司药骤然现身，当场制止了这场闹剧。众人皆知司药性情冷酷，威慑整个京市，见状瞬间尽生惶恐。闹事男子慌忙颠倒黑白，将所有罪责推给温淑雨，谎称是温淑雨下药刻意陷害自己。温淑雨被男子死死禁锢，无力挣脱，只能不停挣扎呼救。此刻司药彻底确认自己已经和温淑雨完成痛觉绑定，对方的每一分疼痛他都能切身实地感受到。在场所有人都倍感震惊，人人清楚司药是京市顶尖权贵，冷血无情，六亲不认，素来漠视人情世故，就连自家人的安危都甚少过问。如今却破例救下素不相识的温淑雨，反常的举动让众人全然不解。温淑雨的青梅竹马、婚约对象季景玉匆忙赶到现场，第一时间关切询问温淑雨的状况。确认她安然无虞后，季景玉郑重向司药道谢，表明温淑雨是自己的未婚妻，感谢他出手解围，并表示会先带温淑雨离开，日后亲自登门答谢恩情。没想到温淑雨当场拒绝，执意不肯跟随季景玉回去，坚持要亲自处理今日所有事端。季景玉满心无奈，告知温淑雨自己已经报警，但他心里清楚，普通的处罚力度微乎其微，根本不足以惩戒恶人，且事件大肆传开，只会彻底损害温淑雨的名声。季景玉心知这场风波全是乔雅暗中捣鬼，却碍于两家情面，劝说温淑雨顾全大局，等二人成婚之后，所有纷争都会慢慢平息。温淑雨态度坚决，直言乔家的恩怨纠葛他会亲手了结，无需旁人插手干预。面对季景玉的追问，温淑雨眼神冰冷，态度决绝，表明自己不愿只是平息纷争，而是要让作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一旁旁观的司药最终将整件事的处置权全权交给温淑雨，任由他自行决断。风波暂时平息后，司药遣退所有人，单独留下温淑雨，正式确认了两人痛觉互换的异常状态。温淑雨无奈吐槽，不必刻意用力验证，只会徒增双方痛感。司药神色冷漠，出言疏离，直言自己并非良善之人，让温淑雨不要自作多情。温淑雨满心焦急，迫切希望司药尽快想出办法，解除两人诡异的绑定，恢复各自原本的状态。司药冷冷回击，自己比他更加迫切解除这份羁绊。他身为阎罗，仇家遍布四方，这种莫名的绑定会成为致命隐患，随时可能引来仇家追杀，让自己陷入险境。温淑雨依旧困惑不解，追问痛觉互换的缘由。
司药稍加提醒，温书雨才恍然想起，二人此前曾意外亲吻，正是那次意外触发了这场诡异羁绊。为了解除绑定，温书雨提议再次亲吻，以此抵消之前的意外，恢复常态。司药行事严谨，先确认了此前是温书雨主动亲吻，随后默许了他的尝试。可一番尝试过后，痛觉绑定的状态丝毫没有解除，异常状态依旧存在。温书雨见办法无效，想要起身离开，却被司药当场拦下。司药态度强硬地告知他，在两人状态彻底恢复之前，他不得随意离开自己身边。温书雨性格倔强，当即出言威胁，若是司药执意阻拦，自己便会对自己采取极端方式。司药不愿过多纠缠，又担心他的过激举动影响自身灵脉修复，只能暂时退让，安排下属开车送温书雨回家，并告知下属可随时传唤自己应对突发状况。送走温书雨后，司药独自矗立原地，满心疑惑，反复思索自己的灵脉为何突然出现异常波动。画面切换至乔家府邸，乔父正怒火中烧，厉声斥责温书雨在外闹出丑闻，败坏乔家颜面，沦为旁人笑柄。乔雅立刻装作懂事委屈的模样，主动揽下责任，自责晚宴上没有看好妹妹，才让温书雨与陌生男子进入酒店，闹出不堪风波。乔雅假意劝解，声称温书雨身负季家婚约，却肆意妄为，是在乡下养出的野性难驯的性子。他主动提议将温书雨的季家婚约换到自己身上，避免温书雨继续犯错，连累乔季两家的名声。乔母连忙附和，直言温书雨虽是乔家亲生女儿，却长于乡下，不懂礼教。反观自幼被乔家抚养的乔雅，端庄得体，只有乔雅与季家联姻，才能门当户对，和睦长久。乔父十分认同二人的说辞，却也满心顾虑，担心酒店丑闻已然传到季家耳中，导致婚约作废。温书雨静静听着家人的算计，心中寒凉至极，故作卑微表示自己能留在乔家已心怀感激，从不敢奢望嫁给季景玉。乔雅假意安抚温书雨，嘴上称她是乔家正统大小姐，暗地贬低她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自己只是暂代她坐拥一切。乔父当即拍板，决定亲自出面敲定乔雅与季景玉的婚事，直言二人最为般配。乔雅满心欢喜，连忙向家人道谢。就在乔雅得意之际，温书雨淡然开口反驳，直言他没有资格替自己做任何决定。众人转头，才发现温书雨已然折返，满脸错愕。乔雅瞬间变脸，厉声质问他还有脸面重回乔家。温书雨眼神清冷，从容回击：乔雅敢明目张胆抢夺自己的未婚夫，自己回自家府邸，理所应当，无需胆怯。乔雅立刻换上委屈模样，假意劝解，刻意塑造自己善良大度的人设。乔父见温书雨态度强硬，不肯服软，怒火更甚，怒斥他不知廉耻，勒令他立刻下跪认错。温书雨傲骨凛然，坚定表示自己无错，绝不屈膝认罪。乔父被彻底激怒，拿出酒店私密视频，当众斥责温书雨私会外人，举止轻浮，败坏家风。一众家人纷纷围上前来劝说他道歉，声称会帮他向季家遮掩丑闻，保住他的名声。温书雨看着家人一味偏袒乔雅、苛责自己的模样，彻底心寒。他坦言自己可以放弃所有身外之物，但绝不能容忍乔雅暗中算计，肆意抢夺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乔父见他始终反抗，当即怒喝下人，准备对温书雨上家法管教。下人上前控制住温书雨，就在众人以为他会乖乖受罚时，温书雨语出惊人，当众表明昨夜与自己同去酒店的并非陌生野男人，而是金氏私家家主司药。乔家人无一人相信，纷纷嗤笑嘲讽温书雨撒谎成性，恬不知耻。众人皆知司药性情冷酷，六亲不认，孤僻寡情，不近女色，根本不可能看上身处风波、出身普通的温书雨。乔雅趁机煽风点火，怒斥温书雨谎话连篇，勾引外男，败坏门风，抬手就要掌掴他。即便遭受误解与欺凌，温书雨依旧坚守本心，不肯凭空认下莫须有的罪名。绝境之中，他暗自笃定，司药一定会赶来护着自己。就在乔父执意要严惩温书雨的瞬间，司药骤然现身乔家府邸。乔家人见到这位大人物亲临，瞬间惶恐不已，连忙收敛所有嚣张气焰，小心翼翼询问其到访缘由。司药无视众人的拘谨与讨好，径直询问在场众人，如何能名正言顺将一名女子永远留在自己身边。下属立刻回话，成婚娶妻便能名正言顺，朝夕相伴，绑定一生。司药听闻答案，毫不犹豫当众宣告要带走温书雨，私家聘礼随后便会送到乔家。这番惊天言论让在场所有人彻底震惊，难以置信。司药俯身抱起温书雨，转身离去。温书雨惊惶挣扎，让他放自己下来。司药语气冷淡，带着强势，告知他若是觉得疼痛难忍，便安分闭嘴。现场媒体记者立刻围堵上前，接连追问两人关系，求证司药迎娶乔家千金的传闻是否属实。
司药全程沉默，抱着温书雨从容离去，用行动印证了自己的选择。离开乔家后，温书雨满心忐忑，告知司药，如今众人都误以为两人相恋，不妨顺势维持这份假象。他同时承诺会尽快找到办法解除两人的痛觉绑定，恢复常态。司药看着身上带伤的温书雨，冷淡吩咐他上药处理伤口，并告知在异常状态解除前，他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份和势力安稳自保。温书雨本觉得只是小伤无需处理，却抵不过司药的强硬态度。此刻的温书雨心中悄然改观，发现外界传闻冷血狠毒的司药，实则并非全然不近人情，内心暗藏温柔与底线。这时，季景玉匆匆追来，看着相拥的两人，满心难以置信，立刻上前拉开二人。他质问温书雨传闻真假，提及两人早已定下婚约，原本约定成婚之后，便带他离开压抑的乔家，安稳度日。季景玉满心不甘，询问温书雨是否被司药逼迫，声称只要他如实告知，自己立刻报警，绝不允许司药肆意妄为。温书雨坦然回应，自己心甘情愿，从未受到任何逼迫。温书雨坦言，他与季景玉的婚约只是冰冷的家族联姻，毫无真情实感。他直言季景玉品性良善，却无法护住他的阿公，守护他的家乡云门村，这也是他彻底放下过往，选择司药的根本原因。季景玉无法接受这个结局，满心落寞不甘。旁人见状，感慨司药已然动了真心，司药却嘴硬否认，还出言警告温书雨不要得寸进尺。夜幕降临，司药带温书雨回到住处，强硬要求他当晚留宿。温书雨无奈应允，两人共处一室，气氛微妙。司药全程克制心绪，紧绷心神。次日，温书雨提出要去乔氏集团上班，被司药直接拒绝。司药态度坚决，在痛觉绑定解除前，他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。他深知温书雨处境凶险，屡次遭遇下药、围堵欺凌，独自外出极易遇险，并直言若他执意上班，自己会全程接送守护。当晚，温书雨独自外出，果然遭遇埋伏。乔雅带人尾随拦截，满脸嚣张地告知温书雨，他早已查清两人并未登记结婚，温书雨不过是司药一时兴起的玩物。乔雅心生歹念，恶意扬言要毁掉温书雨，让司药彻底失去兴趣，弃他而去。温书雨毫无惧色，厉声警告乔雅，敢对自己动手，便让整个乔家陪葬，绝非虚言。乔雅全然不屑，笃定无人能救温书雨。正要动手之际，温书雨突然发现自身灵力莫名消散，无法动用，瞬间陷入被动绝境。危急关头，温书雨唯一的念头就是护住司药。过往皆是司药护他周全，这一次他想挺身而出，守护对方。乔雅的手下被温书雨的阻拦激怒，无视他的阻拦，执意动手伤人。司药素来恪守规矩，只在月营之夜展露本体，动用灵力，绝不随意在人间展露神通。但看到温书雨为自己舍身冒险的模样，他彻底打破禁忌，现身强势护下温书雨，绝不允许任何人伤他分毫。危机彻底解除后，下属看着仅受皮外伤的温书雨，又看着感同身受、神色凝重的司药，满心疑惑。打趣司药太过紧张，不懂女子心思，被司药厉声制止。司药心中满是困惑，不解瘦弱平凡、毫无自保能力的温书雨为何甘愿冒险救下自己。下属直言这是心动与爱意，司药却刻意回避，只觉得人类情感麻烦累赘。司药依旧嘴硬，质问温书雨是否爱上自己，警告他不要得寸进尺。温书雨无奈哭笑不得，只是口渴想要喝水，顺势打趣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理应得到报答。司药瞬间误会，以为温书雨要以身报恩，瞬间耳根泛红，手足无措，慌乱不已。得知只是普通喝水的请求后，他又气又羞，满心别扭，最终看在他救命的份上，破例应允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温书雨看着他纯情别扭的模样，暗自调侃他是不是偷偷看甜宠短剧，才会极易误会暧昧场景。司药全然不懂人类情爱套路，满心茫然。司药愈发疑惑，为何温书雨一旦靠近自己，体内灵力就会剧烈异动，心绪彻底失控？温书雨顺势打趣，这是礼尚往来。日后司药若是遭遇仇家追杀，自己也会出手相助，保驾护航。司药随即严肃叮嘱温书雨，此次危机只是意外，只要自己性命无忧，他便不会承受伤害。在绑定解除之前，他必须安分守己，谨慎行事，不可肆意冒险。温书雨趁机提出条件，只要司药陪自己回乔家了结恩怨，讨回公道，自己便乖乖听话。司药淡然应允，直言可以帮他彻底解决乔家所有麻烦，任由他选择处置方式。温书雨轻声询问，自己这般睚眦必报，不择手段，会不会显得恶毒不堪？司药神色淡然，直言恶毒之人向来安稳命硬，同时郑重告知温书雨，他的性命如今与自己绑定，专属自己一人，不容任何人伤害。温书雨心中暗自感慨，为了护住阿公和云门村的所有人，
哪怕自己不择手段背负骂名，死后坠入地狱，也无怨无悔，甘之如饴。次日，司药手下为温书雨筹备对峙事宜，见他穿着朴素，忍不住吐槽气场不足，不够体面。司药立刻出声维护，直言自己的女人，就算是登门对峙肆意讨公道，也必须是最耀眼、最惊艳的那一个。下属瞬间领会心意，打趣司药宠溺至极，情话无师自通。为帮温书雨撑腰出气，司药早已暗中布局，拍下苏富比拍卖行多项顶级藏品，尽数夺走乔雅的荣耀与乔家的底气，全方位碾压乔家。温书雨坦言，自己并非刻意张扬，只是看不惯乔家人虚伪刻薄的嘴脸。司药温柔表态，甘愿做他手中利刃，全力支持他向仇敌讨回公道，任由他尽兴宣泄，了结恩怨。另一边的乔家府邸内，乔雅正向家人颠倒黑白，哭诉卖惨，谎称温书雨出手重伤自己，还扬言要借助司药的势力将自己赶出京城。乔家人听闻后勃然大怒，纷纷斥责温书雨忘恩负义、嚣张跋扈。乔家人满心怨怼，自认好心收留温书雨，他却不知感恩，仗势欺人。众人担忧温书雨性情桀骜，迟早惹怒司家，连累整个乔家覆灭。乔父当即下令传唤温书雨立刻回家，准备亲自严加管教。就在乔家人肆意指责、暗自盘算之际，温书雨与司药强势登门。乔家人立刻厉声质问温书雨意欲何为。乔雅率先假意委屈，控诉温书雨借势伤人，不知悔改。乔家人连忙向司药示好辩解，声称乔雅已然大度原谅温书雨，此事不会牵连司家，恳请司药不要追责。乔雅更是暗中挑拨，告知司药，温书雨接近他，与他相伴，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势力自保。温书雨坦然承认，自己最初确实是为了守护家人，借力自保，才主动靠近司药。司药却当中温柔回应，直言自己心甘情愿被他利用，巴不得他借自己的一切铺就坦途，顺遂无忧。乔雅依旧不死心，反复强调自己身受重伤，博取众人同情。司药眼神冷冽，淡淡回击，直言乔雅如今完好无损，肆意狡辩，足以证明温书雨心地善良，手下留情。乔父强行端出长辈姿态，声称温书雨身为乔家人，理应由乔家内部管教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司药气场全开，强势护妻，当众宣告温书雨的一切皆由自己做主。他霸气放话，乔家所有事务、所有资产，温书雨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。哪怕他今日执意毁掉整个乔家，自己也只会心疼他弄脏双手，绝不会阻拦半分。这番极致维护，当场让乔父气急攻心，身体不适。乔母依旧故作姿态，刻意刁难，冷淡告知温书雨家中无他位置，让他去厨房吃饭，还勒令他脱下鞋子，嫌弃他弄脏乔雅心爱的地毯，言语间满是轻视与刻薄。看着家人虚伪势利、极尽刻薄的模样，温书雨彻底心寒，不再隐忍退让。当众撕破乔家人的伪善面具，决心彻底对峙到底，了结多年积压的恩怨纠葛。